今天我要跟各位谈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，这个话题关系到每一位女性朋友的命运。很多女人一辈子忙忙碌碌，却总觉得命不好，运不顺。她们不明白，为什么自己那么努力，生活却还是那么艰难。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道理，就是相由心生。我们中国人讲相由心生，许多人听过却没真正明白过。所谓相，不是脸上的形，而是气，是神，是你整个人散发出来的那股能量。一个人若是心正气顺神安，即使五官平凡，别人看起来也舒服。但若心乱气浮神散，纵然生得再美，也掩不住一股俗气。我看过太多女人，一开口一抬头，我就能看出她的气。有的人满脸焦躁，讲话带刺，整个人的气场紧绷，那是穷相。什么叫穷？穷不是说没钱，而是气衰。他的气不稳，心不静，行无度，所以整个人显得局促。你再看那些真正有贵气的女人，她们穿得极简单，却让人觉得温润如玉。那不是装出来的，而是气贵。她们不急不吵不争，反而赢得人心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懂得天地之道。易经里讲，天行健君子，以自强不息；地势坤君子，以厚德载物。女人若要有贵气，就得学坤的德，柔中带刚，厚中藏力。你看这个道理多简单，可是真正能做到的人又有几个？我常讲，穷相不是命，是习惯。人要改命，先改气；要改气，先改心。许多女人一生忙忙碌碌，不是为了生活，而是为了证明自己。她越想快，气越乱；她越想赢，神越服。她不知道，气一乱，神不守，脸就失色。有一次，我遇到一个年轻女子，她满面愁容地问我：曾老师，我命是不是不好？我看她的眼神闪烁不定，语调急促。我笑笑说：不是命不好，是气太乱。她不解。我说：你每天忧虑未来，埋怨过去，气全散了。气散了，人自然没精神，没底气。你先学会静下来，命就会慢慢顺起来。后来他真听进去了，每天早起静坐几分钟，不到半年，人明显柔和了。他自己也惊讶，老师，别人都说我气质变了。我笑着说，那就是贵气开始生了。所谓贵气，不是富贵的相，而是一种从容的力量。贵气之人不浮不虚不怒，他不慌不忙不炫不躁，却让人心生敬意。穷相的女人心常动，贵气的女人心常定。一个定一个乱，天地自然不一样。所以我常说，女人的命运不在八字里，而在气里。你若能让气平稳，神安宁，心柔和，天地都会帮你。许多人追求改命，其实最好的改命法就是养贵气。贵气能化煞，能润命，能让人事顺利。这不是迷信，而是自然的规律。因为一个气定的人，他的磁场稳，周围的人都愿意亲近他，帮助他。这就是气场的力量。我讲这些并不是要女人去伪装自己，而是希望你明白，贵气是一种修出来的从容。要改相，先改心；要养气，先养德。德行稳了，心自然柔，心柔了，
气自然顺，气顺了，命自然改。我发现女人的穷相有5个明显的特征，第一个是急，第二个是怨，第三个是贪，第四个是妒，第5个是乱。这5个穷相其实都是气的问题，你若能把这5个问题改了，你的气就顺了，气顺了，你的命就改了。我们先说这个急，他做什么都急，讲话快，反应快，情绪也快。其实快不代表有效率，很多人以为动作快就是能力强，其实那是气浮。气浮的人容易焦虑，心乱如麻，做事常出错。易经讲，躁则失其手，急则无其安。女人若想有贵气，第一要学会慢，慢不是慢吞吞，而是稳。你看那些有贵气的女人，她们讲话慢，动作柔，不慌不忙，因为她的气在体内是稳的，不浮不散。我记得有个女学生，她总是风风火火的，说话像连珠炮，走路像赶集。我告诉她，你这样下去，气会散尽。她不信。后来她连着生了几场病，人整个垮了，她来找我。我说，你看，你的气都耗尽了。她这才明白。我让她每天练习慢慢说话，慢慢走路，慢慢吃饭。3个月后，她的气色好了，人也沉稳了。她说，老师，我现在才明白，慢不是效率低，而是气在积累。我说，对了，你懂了，气积累起来，做事反而更有力量。所以女人千万不要急，急是在泄气，你越急，气越散，气散了，运就弱了。你要学会慢下来，让气沉下来，气一沉，人就定了，人一定，事就成了。再说这个怨，女人若常叹气抱怨，这就是在泄气。怨气久了，脸色会变灰，眼神会变浑。怨一旦成习惯，福气就会走。我常讲，人若常抱怨，天地都远离他，因为怨的背后是不服命，是与天争。你若不服命，天地会顺你吗？我认识一个太太，她丈夫做生意失败，家里欠了很多债，她每天抱怨，说老天不公，说命不好。我看她整个人都是灰暗的，气全散了。我告诉她，你这样下去，命只会更差。她说，老师，我已经够惨了，难道还不能抱怨吗？我说，越惨越不能怨，你怨，气就散，气散了，福气就来不了。你要学会感恩，哪怕是感恩你还活着，感恩你还有家人。他听了，开始每天找3件值得感恩的事。一开始很难，慢慢的，她发现可以感恩的事越来越多。半年后，她丈夫的生意竟然有了转机，债也慢慢还上了。她来告诉我，老师，真的有用。我说，不是有用，是你的气变了。你的气一变，天地的气就向你流动。怨是堵气，感恩是通气。你一通，福气自然来。所以女人千万不要怨，你怨天，天不理你；你怨人，人远离你；你怨命，命就真的差了。女人若能把抱怨换成感恩，命马上改。第3个，穷相是贪，贪不只是贪钱，贪名贪情贪人都算。贪心者气散，他的气不在自己身上，总在外面。他见别人买，他也要买；他见别人好，他也要羡慕。结果是什么？心不定，气不聚，命也跟着飘。贵气的女人反而懂得知足，她不攀比，不求多，只求安。易经讲，知足者常乐，安分者常宁。
这才是贵气的根。我见过太多女人，她们永远不满足，有了这个想要有了100万，想要1000万，她们的心永远在外面跑，气怎么能聚？我告诉他们，你这样下去，永远不会快乐，因为你的心没有根，你的气没有家。你要学会知足，学会看自己有什么，而不是总看自己没什么。一个女学生问我，老师，知足不就是没有上进心吗？我说，知足不是不上进，而是不贪心。你可以努力，但不能贪婪。努力是往内走，贪婪是往外求。往内走的人气聚，往外求的人气散。你明白吗？他似懂非懂。我说，你试试看，每天睡前想3件你已经拥有的好事，1个月后你再来告诉我感觉。1个月后，他说，老师，我发现我其实已经很幸福了。我笑了，我说，这就对了，你的气开始往回走了，气一回来，福气就来了。所以女人不要贪，贪是漏气的。你越贪越穷，你知足反而越富。第4个，穷相是妒，妒是最伤气的。妒，一个女人眼里容不得别人比她好，气就会在胸口结成结。你看那些妒心重的人，眉皱肩耸唇角垂，神气全没。妒心不仅破德，也破相。贵气的女人懂得欣赏别人，她看到别人好，会真心赞叹，那是德。德能养气，气让人生光。女人若能真心为别人好，她自己就会发光。我见过一个女人，她总是嫉妒别人，别人升职了，她心里不舒服；别人买了新房，她嘴上祝贺，心里难受。她来问我，老师，我为什么总是不开心？我看她的脸，嘴角下垂，眼神暗淡。我说，你是不是常常嫉妒别人？她愣了，说，老师，你怎么知道？我说，你的脸上写着妒心重的人，气结在胸口，脸上自然就显出来了。我告诉他，你要学会赞美别人，看到别人好，你就真心祝福。一开始可能做不到，但你要练习。他照做了，每次想嫉妒的时候，就强迫自己说一句祝福的话。慢慢的，他发现自己的心变轻松了，脸色也变好了。半年后，他说，老师，我现在看到别人好，真的能替他开心了。我说，这就对了，你的气通了，气一通，你自己的福气也来了。所以女人千万不要妒，妒是赌气的。你堵别人的路，其实是堵自己的路。你为别人开心，其实是为自己积福。第5个，穷相是乱，生活乱，思绪乱，作息乱，情绪乱。一个人若整天心乱如麻，房间乱，桌面乱，言行乱，那他的气自然也乱。气一乱，命就跟着散。古人讲，行乱则气乱，气乱则神散。贵气的女人，哪怕贫穷也干净整齐，哪怕生活简单也有秩序。秩序是贵气的根。我常说，家乱气乱，气乱人乱。一个女人若家中杂乱，衣物堆满，桌上凌乱，整个人的气一定飘。相反，若家中井然有序，哪怕简朴，也让人一进门就感到安心。因为秩序会生气，乱象会泄气。我认识一个太太，家庭条件不算好，但家中总是整洁明亮。她笑着说，老师，我没钱买贵的，但我喜欢把该擦的擦干净，该收的收整齐。
我说这就是气，干净能养神。一个人若外境清，心境也清。许多人的焦虑其实是从乱气而生的。女人若能守住清净，贵气自然来。还有一个女学生，她的房间永远是乱的，衣服堆在椅子上，书散在地上，桌上都是杂物。我去她家看了一眼，我说你的命为什么不顺，就是因为这个。她不信，说老师，房间乱跟命运有什么关系？我说你的外境就是你的内境，你的房间乱，说明你的心也乱，心乱了，气就乱了，气乱了，命怎么能顺？他听了，开始整理房间，整理的过程中，他说他感觉心也在整理。1个月后，他说老师，我现在做事情清楚多了，运气也好了。我说你看，这就是气的力量，你把外在整理好了，内在也跟着整理了。所以女人千万不要乱，乱是散气的。你把生活整理好，气就聚了，气聚了，命就顺了。讲到这里，我要告诉各位，这5个穷相疾怨贪妒乱，其实都是气的问题。你若能把这5个问题改了，你的气就顺了，气顺了，你的命就改了。这不是迷信，是天理。现在我们来谈谈女人应该怎么养贵气。贵气不是天生的，是修出来的。我给各位女性朋友10个建议，这些建议看似简单，但只要你能坚持做，你的气一定会变，你的命也一定会改。第一个建议是要学会慢。现代人最缺耐性，凡事讲快，吃饭快，走路快，讲话快，连想法都快。其实越快气越散。女人若能慢，天地的气都愿意留在她身上。她走路稳，呼吸长，讲话不急，那是心定，定下来才有贵。你看那些真正有修养的女人，她们从不慌张，她们说话慢条斯理，做事井井有条。不是她们能力不够，而是她们懂得气要慢养。我常讲，心越急，命越乱；心若安，福自来。这句话看似简单，却是天理。我建议各位女性朋友，每天给自己10分钟的静时间，不看手机，不想事，只听呼吸。你就坐在那里，慢慢呼吸，感受气在身体里流动。一开始你可能坐不住，但你要坚持，慢慢的你会发现你的心定了，气也稳了。第2个建议是要学会静。静并不是不动，而是不乱。易经讲静则明，明则安。女人若能每天静一静，气就能养起来。静能化燥，静能聚气，静能生光。一个心静的女人，脸色明亮，眼神柔和，语气有度。她不虚浮，天地自然给她最好的。我常跟学生讲，你要改命，先学静。怎么静？很简单，每天早上起来，不要马上看手机，先做5分钟，什么都不想，就听自己的呼吸。晚上睡前也做5分钟，把一天的事情放下。你这样坚持1个月，你会发现你的心变轻了，人也变柔了。有个女学生跟我说，老师，我试了，真的有用。以前我总是心烦意乱，现在我每天静坐10分钟，整个人都变了。别人都说我气质变好了，我说那是你的气养起来了，气养起来了，神就安了，神安了，贵气就来了。第3个建议是要学会柔，柔不是弱，而是强。你看水最柔却能穿石，
女人的力量在柔，不在刚。你越刚，越容易断；你越柔，越能化解。我常讲，女人若能柔，天地都顺她。柔是什么？是说话柔，是态度柔，是心柔。你看那些有贵气的女人，她们从不跟人争吵，也不大声说话，她们的声音柔和，态度温婉。她们不是没有力量，而是力量在柔里。我见过一个太太，她婆婆很刁钻，总是挑她的毛病。她来问我怎么办，我说你越跟她争，她越来劲。你要学会柔。她说老师，我怎么柔？婆婆骂我，我不能回嘴吗？我说你可以回，但要柔着回。她不懂。我说婆婆骂你，你就笑着说妈，我知道了，我下次注意。你这样一说，她反而没话说了，她照做了。婆婆真的慢慢不骂她了。她说老师真神奇。我说这不是神奇，是气的力量。你柔了，气就顺了，气顺了，对方的气也就散了。所以女人要学会柔，柔不是妥协，是智慧。你柔一分，气就顺一分，气顺了，命就好了。第4个建议是要学会知足，知足者常乐，不知足者常忧。女人若总是攀比，总是不满足，气就会散。你看那些整天抱怨的女人，她们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好，别人比她好，她们的气都在外面，怎么能聚？我常讲，女人要学会看自己有什么，而不是总看自己没什么。你有健康，有家人，有工作，这些都是福气。你若能珍惜，福气就会越来越多；你若不珍惜，福气就会越来越少。有个女学生总是羡慕别人，她说老师，为什么别人那么有钱，我这么穷？我说你不穷，是你的心穷。她不解。我说你有健康的身体，有爱你的父母，有稳定的工作，这些都是财富，你却总盯着别人的钱，你的心怎么能富？我让他每天睡前写3件值得感恩的事。一开始他写不出来，慢慢的他发现可以感恩的事越来越多。他说老师，我现在觉得我其实很富有。我说这就对了，你的心富了，气就聚了，气聚了，真的财富也会来。第5个建议是要学会宽容别人，就是善待自己。女人若总是计较，气就会在胸口结成结。你看那些斤斤计较的女人，她们的眉头总是皱着的，嘴角总是垂着的，那是气结了。我常讲，女人要学会让1分，气就通1分。你让了，不是你输了，而是你赢了，因为你的气通了，福气就来了。我见过太多女人为了一点小事跟人争到最后气散了，命也差了。有个太太跟我说，老师，我邻居总是占我便宜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说你让他占吧。她说那我不是吃亏了吗？我说你表面吃亏了，其实占便宜了。她不懂。我说你让了，你的气通了，气通了，福气就来了。他的气结了，福气就走了。你说谁占便宜？他听了，开始不跟邻居计较。半年后，他说老师真奇怪，我不跟他计较了，他反而对我好了。我说这就是气的力量，你的气一通，对方也感受到了。所以女人要学会宽不是软弱，是力量。第6个建议是要学会干净，干净不只是外表，更是内在。一个女人若能把家里收拾得干净整齐，她的气就会顺。你看那些家里
乱七八糟的女人，她们的命也是乱的，因为外境影响内境，你的环境乱了，你的心也会乱。我建议各位女性朋友，每天花10分钟整理家里，不要让衣服堆在椅子上，不要让杂物散在桌上，你把该收的收好，该扔的扔掉，你会发现你的心也跟着清爽了。有个女学生说，老师，我整理了房间，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。我说，那是你的气通了，气通了，人就轻松了。所以女人要学会干净，干净能养气，乱象会泄气。第7个建议是要学会守。守是什么？是守口、守心、守身。女人若能守得住，气就不会散。你看那些守不住的女人，她们什么都往外说，什么都往外露，气全散了。我常讲，女人要学会闭嘴，不该说的不说，不该管的不管。你守住了，气就留住了，气留住了，福气就来了。有个女学生特别爱讲话，见人就说东家长西家短。我告诉她，你这样是在泄气，她不信。后来她连着倒霉了几次，她来问我为什么。我说，你的气都从嘴里漏了。她这才明白，我让她学会闭嘴，少说话，多做事。她照做了，运气真的变好了。她说，老师，原来守口真的能养气。第8个建议是要学会静。静人者气不散。一个人若看不起别人，气会反弹到自己身上。我常讲，不敬之人，气必不顺。你看那些眼高于顶的人，常常气浮，就是因为气散了。女人要学会尊重人，不论身份高低，你尊重父母，也尊重服务你的人。你知道，敬人就是敬己。你敬了，你的气就顺了，气顺了，福气就来了。第9个建议是要学会养德。德是气的根，气是命的本。女人若能养德，气就稳，气稳了，命就好了。怎么养德？很简单，多做好事，多帮助人，多说好话。你做一件好事，德就增1分，德增了，气就旺了。我常讲，女人若能日行一善，命就会越来越好。因为善能养德，德能养气，气能养命，这是天理，不是迷信。第10个建议是要学会守心。心是气的源，你若心乱，气就乱；你若心定，气就稳。女人要学会每天守住自己的心，不要被外界牵着走。别人说什么，你听听就好，不要往心里去。别人做什么，你看看就好，不要跟着做。你守住自己的心，气就在你身上，气在你身上，福气就来找你。我常跟学生讲，女人这一生最重要的是守心，心守住了，气就守住了，气守住了，命就守住了。各位女性朋友，我讲了这么多，其实都是在讲一个道理。贵气不是命给的，是心修来的。命只是开始，气才是过程。许多人拼命想改命，却忘了命随气转，气随心生。你若心定气顺，天地都会向你靠拢。女人要懂得，贵气是修出来的从容，不是装出来的高贵，而是生活一点一滴养成的平和。她懂得什么时候进，什么时候退，她知道该说什么，不该说什么。她不焦虑，不抱怨，不嫉妒，不怨天。她心中有光，有爱，有度。这样的女人，不论走到哪里，都有贵气相随。我常说，女人若能静而不冷，
柔而不弱，善而不傻，那就是天地最贵的象贵气的女人，不靠运气而靠修养，不靠外貌而靠心态。她的福气、财气、人气全是从贵气中生出来的。她不会因为环境不好而灰心，也不会因为别人成功而嫉妒。她的心有秩序，气有根，命就稳。我曾在课堂上说过一句话：女人若气厚，天必重之；女人若气薄，天必飘之。这句话许多人记到现在。所谓气厚，就是她的内心稳重、善良、宽容、有德。这样的女人，天地不亏她。反之，若一个人计较、怨恨、急躁、嫉妒，他的气就薄了。气薄的人，运容易折，福容易散。所以女人这一生要修的不是脸，不是命，而是气。气养好了，容貌会变，命运会改。气就是你的风水。一个女人若能把自己的气调顺，气轻而柔，命自然贵。有位老前辈曾对我说，女人若能守得住气，就能守得住命。我深以为然。守气就是不让外界影响你，养气就是不让情绪带着你走。女人若能从言语、心念、举止中守气、养气、藏气，她的一生都会安稳光明。贵气不是为了让人羡慕，而是让自己安心。女人若能一辈子活得不急不怨，不慌不乱，不偏不倚，那就是最大的富贵。她不靠外物悦自己，因为她明白真正的幸福不在拥有多少，而在气顺心安。最后我想说，女人的脸是命的出口，女人的心是气的根，相随心转，气随得生。女人若能心正气柔，天地都会为她开路。她不必追求成为贵人，只要日日修心，守气养德，终有一天她自己就会成为贵人。女人的贵不在金玉，而在安然；不在艳丽，而在清光。愿天下的女人都能修得这份贵气，不惊不惧，不浮不躁，安然度一生。各位朋友，今天关于女人如何养贵气的话题，我就跟各位分享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我讲的对你有帮助，欢迎你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，分享你的看法和经验。我是曾仕强，我们下次再见，谢谢各位。